那气运之力呢？你收获多少？怎么感觉不出来啊？刘阔又问。我与百里子林没有丝毫气运之力可得，除非有人能够在后面挑战成功。楚风说道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岂不是说你以此行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但收获还不如其他人？这也太不合理了。刘阔感觉无奈且气愤。楚风引起那么大的动静，却毫无收获，这是吃了大亏。气运圣境之前的开启，我虽没进去过，不知道以往的情况，但我总觉得现在的气运圣境有所变化，可能是与百里子林身后的人有关。到时候看看吧。若是我猜测正确，那么此次大部分人都很难有所收获，就算有，多半也不如之前开启的收获大。楚风说道。刘阔是聪明和尚，明白了楚风的意思，不由叹道：那岂不是说，如今这气运圣境名不符实，是个空架子？倒也不能这么说，我感觉就算狱宗之人掌握了气运圣境力量，且已经获得了好处，但也未能彻底掌握，不然没有理由做这些。要是说故意设局引我入局，那我不可能安然离开。楚风道。楚风兄弟，你的意思是大部分好处已经被狱宗的人获得，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好处依旧留在气运圣境，那便是当年界天然也未能挑战成功，未能获取的力量。狱宗之人想获取这力量，也只能按照规则挑战。刚好百里子林的结界血脉很强，所以便让百里子林去挑战，为的就是获取这气运圣境最强的力量，是这样吗？刘阔问。我猜测是这样的。楚风说道。隆隆隆！而就在这时，耀眼的光芒自气运圣境的方向散发开来。定睛望去，那光芒源自于一个巨大的光芒球体，球体面积极大，胜过诸多寻常上界。最主要的是，这球体之前并不存在，是气运圣境释放光芒后凝聚而出的物体。光芒起初宛如明日一般耀眼，但渐渐褪去，最终呈现出来的乃是一座世界。但这世界虽然庞大，却又与正常世界不同，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座阵法世界。这一幕看得世人叹为观止，就连老一辈也是龇牙咧嘴，一副开了眼界的模样。因为阵法世界也分多种，大部分阵法世界都是一个空间，于现实之中只有一个入口。若真的想将阵法世界直接摆放在现实世界，与现实世界交融，这是很难很难的。而眼下这世界不仅就摆放在现实之中，还如此的庞大，是真正的超乎想象。这种事情，莫说当今修武界，就算时代初期，也没有人能够做到，足以说明这气运圣境的真正主人是多么了得的存在。说其是神也不为过，因为他凭借一手结界之术，已是拥有真正的创造世界的能力。眼下那庞大的阵法世界由结界封锁，根本无法踏入其中。不过结界上面刻写的符咒纹路并不复杂，因此很快便判断出这封锁结界会根据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解除，这时间便是2个月之后。嗡！而就在这时，那世界之中有一道光柱自那阵法世界冲天而起，光柱宛如一把光芒长剑，贯穿星空，其面积之广，若是横扫开来，可劈开诸多世界。而那光柱上面很快浮现到道字体，看着那字体，人们终于明白了这阵法世界的用处。楚风与百里子林都获得了挑战气运圣境最终力量的挑战资格。这一次的挑战可以有外人助力，到时所有人都可以选择为楚风或者是百里子林助力。之所以要选择，是因为最终挑战成功的只能是一个人，而这挑战的时间将是2个月之后，地点就是这座阵法世界。到时楚风也好，百里子林也好，又或是想为2人助力，以及纯粹想要看热闹的，都需要进入那巨大的阵法世界之中。不过还有重要的一点，那光柱的字迹之中也是给予了明确说明，助力之人也需要与阵法沟通，必须亮明身份，若想匿名助力是不可行的。真的与楚风兄弟说的一样，还故意挑在界天染他们在神之时代的时候开启，分明就是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。这绝对是蓄谋已久，为的就是能够占尽先机，获得气运圣境的最强力量。他妈的，这狱宗真是他娘的不要脸！此时刘阔骂骂咧咧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楚风实在太吃亏了。毕竟楚风身后根本没有什么人撑腰，就算图腾龙族，也根本无法与狱宗相提并论。旋即刘阔看向了九颠大师，九颠大师眉头微皱，看向楚风，楚风施主，贫僧个人非常欣赏你，但九天之巅并非贫僧所有，贫僧也只是暂时看管而已。此次贫僧怕是不能露面帮你。九颠大师面带歉意，大师您言重了，您能帮助我，晚辈已是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了。您又不欠我的，就算不帮晚辈，那也是理所应当。况且随后楚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他根本不打算继续挑战了。楚风兄弟，你不挑战了，这么好的机会你要白白放弃？刘阔十分意外，若是只凭自己，我自然不会放弃，但在气运盛境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这次挑战可不是虚张声势，外力非常关键。狱宗早有准备，
此次势在必得，必然会多加防范。我若非要挑战，我怕连累朋友们。而且换个角度想，这是我遇到了气运盛景，若是我恰好闭关，不知道这件事，那这件事也就与我无关。本来就是玉宗计划好的，他们这么想要，让给他们便是。修武界这么多机缘，又不是非此地不可。楚风笑着说道：“倒也是。”刘阔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。其实他很希望自己的师尊能够帮助楚风，但他师尊不帮，刘阔也非常能够理解。不插手修武界的事情，这确实也是九天之巅的一个规定，不是九殿大师定下的，而是九天之巅的创造者定下的。其实以此规定来说，九殿大师以为楚风破例了，并且不是以此，但也不好做得太过明显，否则便对不起九天之巅的创造者。而若是他师尊不插手，他也觉得楚风还是不去为好。忽然，刘阔想到了什么，不由得看向了九殿大师。对了，师尊，您不是说通过九天之巅的阵法，您观测到太古沙海变化吗？